中国国家博物馆2025年办的蛇年特展有2个特点，第一是和蛇关系不大，第二是和春节关系不大，但这个展依然值得一看，因为国博的级别摆在这儿，它馆藏的珍品比较多，随便拿几样出来就值得我们聊几句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个展厅里都出现了哪些珍品。大家好，我是徐工，这次一定点关注，下次旅行不迷路啊！我目前是在国博的蛇年春节展厅啊，2个主题，蛇年和春节。蛇年的文物不算多，但是春节的文物相对多一些。一会儿我们来好好的看一看这儿。我们先来看看和蛇相关的文物，先看这套唐代的彩绘12生肖陶俑，因为今年是蛇年，所以蛇也被摆在了 C 位。这些陶俑的造型则是人身兽首，属于是一种较为典型的镇墓兽。附近展出的铜镜，它们的背面也刻着12生肖的浮雕，总体的造型比较抽象，不仔细看认不出来。但无论如何，这也算是和蛇有关的文物了，倒也契合了蛇年的主题。再看后面的战国盘毁纹铜赠，赠是用来蒸饭的古老铜器，盘毁纹则是小蛇纹，属于是将蛇的造型给抽象化了。这个毁字我是当初看神探狄仁杰时学会的，里边有个人物姓毁，然后就这么记下来了。拥有同样花纹的还有春秋时期的镂空盘毁纹铜方做簋，古人把饭煮熟了就放在这个簋里边，它的头部和腹部位置就是严刻版本的盘毁纹，这个位置也是非常显眼的。后面是鸟形盖铜孤壶，为什么叫孤壶？是因为它和孤瓜的造型很像，所以得了这样的名字。它上面没有盘毁纹，但是盖子位置的鸟是嘴里叼着蛇，手里抓着蛇的造型，所以也被安排到这个展区了。而这个造型自然也是古人观察了大自然之后，就把自己的观察结果给复刻到青铜器上来了。另外，玩过黑神话悟空的朋友可以回忆一下9品干河烧的原型，是否觉得和它很像？这就是干河烧的文物原型之一。再看这件战国蛇衔挖铜饰，这个铜饰和人的手臂长短差不多，所以专家推断它是用来装饰手臂的铜饰。造型的原型就很好认了，这就是对蛇捕食青蛙行为的复刻。这类的造型在青铜器中一般被归为动物博士纹，也是一种比较原始、比较野性的青铜器纹样造型。与它近似的是西周的镂空蛇纹鞘铜剑，这是甘肃出土的文物，剑是一把很小的剑，剑鞘则是由很多盘蛇环绕而成的，证明当时的人或许将蛇作为力量的图腾，所以就融入到了兵器的造型里。再看这件商代的妇好萧尊，它可是从妇好墓出土的文物，但我当初在殷墟时愣是没看到原件，原来它被借到国博来了。它的蛇元素在哪儿呢？就在两侧盘着呢。这2个盘蛇的造型最终和附近的羽翅给融为一体了，从而让青铜器外侧的元素变得越发的华丽复杂了。然后是一幅复制版的伏羲女娲像，因为是复制品，所以展品本身不是重点，重点在于这个半人半蛇缠成 DNA 的形象，可在中国古代的画像石中出现了好多次，所以人蛇合一的造型便是传承千百年的文化符号了。再往后是一些清代的蛇形玉坠，其实在清代这种动物形状的玉坠已经是追求美观为主了，但是你看眼前这一坨一坨的东西，这玩意儿好看吗？其实并不好看，可能是某些买玉坠的甲方有点子猎奇的癖好，就把玉坠给做成了这样，这在玉器展厅里是不多见的。如果不是赶上蛇年特展，可能我们永远都见不着这个。比较靠后的位置有一组民国时期的12生肖铜钱，这个平时是不多见的。与它强相关的还有很多和压岁钱相关的文物，其中包括大量压岁钱相关的侨批。侨批就是海外华侨寄回来的信件和汇款，可见人们多重视这个习俗，人都下南洋了，远在万里之外了，都不忘往回寄压岁钱。与蛇年有关的文物就这么多了。下个单元是和春节相关的文物，数量也不算多。看这件乾隆款绿底剔红银里三青茶盅，三青是一种茶的名字，就是用梅花、佛手和松子3种材料，加上干净血水烹制出来的茶，寓意是为政清廉。它和春节有什么关系呢？当初乾隆帝在位的时候，就会在每年的正月初2到初10选出一天来，用这种茶宴请文武百官，还会给一些近臣赏赐这种茶盅，这就是它和春节的关系。附近有一件瓜尔佳氏粉彩缠枝莲3足炉，我没看出它和春节有关系，
但看到底部有瓜尔佳氏，就想起齐嫔告发熹贵妃来了，就把她也拍下来了。而且这个瓷炉也很漂亮，值得我们来这边看一看。后面有一款明代的好酒白釉盘，这是一种白地黑花的瓷周窑，中间用黑色写着好酒2个字。它在宋元时期的作品较为精良，在明代已经式微了。这就算是和春节相关吧，春节总得喝点酒吧。春节相关的文物也就是这几样了，余下的都是有祥瑞寓意的文物。先看这一大组蝴蝶玉佩，现在正是百花盛开、蝴蝶飞舞的季节，而这些蝴蝶形状的工艺品正是对这个季节的复刻。而蝴蝶的读音其实也是蝴蝶的谐音，这就是它祥瑞的一面了。和它近似的是这种豆青釉蜂蝶图瓜式茶壶，它用的同样是蝴蝶的花纹，只不过是把这种祥瑞的符号给挪到瓷器上边来了。用谐音梗的可不止蝴蝶这一处，与它近似的还有这种葫芦瓶。中国古代的瓷器有很多都是葫芦的造型，葫芦既是福禄的谐音，所以它代表的当然也是福禄之类的祥瑞寓意。后边这些挂在墙壁上的瓶子看起来像是半个瓷瓶，上面有很多吉祥的字样，这些都是清代的壁瓶或者挂瓶，挂在墙上之后便也增添了祥瑞的寓意。然后是一系列的龙纹捧盒，这类文物在颐和园也有同款，它属于是老慈禧的万寿用瓷，一整套都是铜器制作的。因为其造型比较华贵，所以在各种展览中的出镜率也是比较高的，我至少见过3次了。后面的2组套杯全都是清代的。说真的啊，之前我逛了那么多的博物馆，都没见过套杯的实物，只在《红楼梦》里见过，就是灌刘姥姥那一回见到的。套杯里的1个杯不算什么，但能一次性拿出一整套来就不那么容易了。其中有一些套杯的纹饰则是福寿纹，这就是把蝙蝠形状的纹饰和寿字交错在一起，福通福和寿放一起就是福寿，这当然可以归入祥瑞主题当中。它的附近还有一组清代酒绸，也是只在《红楼梦》里见过，这次见到了实物，而且实物还是象牙的，这可不多见。再往后是一件八仙祝寿如意，就感觉这如意上面刻着的八仙造型都差不离，不太能分清楚谁是谁，反正有个祥瑞的寓意基本上也就足够了。然后看这件清代的达子彩绣福禄寿符，乍一看这幅画面里就一个寿星老，其实右上角还有个小蝙蝠，寿星老旁边还有个鹿童，这2样和寿星老算在一起就是福禄寿了。它的附近是一件清代的缂丝百寿字轴，上面是各种各样的寿字，这个寿字有多种写法，这个大家都知道。那么缂丝是什么呢？是一种用丝线直接织出来的工艺品，而不是绣出来的，可以说是极尽精巧了。展厅出口的位置则是纳福迎祥中国结，这些中国结本身不是文物，但结绳的工艺是古而有之的，把它放在展厅的出口算是一种纪念了。至此我们就看完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蛇年特展，我们前面挑出来细说的文物大约占了1/4左右，而剩余3/4没有细说的文物，一水的则全都是福寿祥瑞，所以我才会一开始说它和蛇年和春节的关系其实都不算大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是国博的特展，这边藏品的丰富程度和质量都是非常高的。我们借着过蛇年新春特展的机会，就看到了一些平时很少见到的文物，比如前边的蛇形玉坠、套杯、酒绸，那都是平时不多见的，这次算是开了眼了。既然春节展的蛇年部分没有得到明显的体现，那我们就换个看展方向，不强求看蛇看年味儿，而是以猎奇和听吉祥话为主，那这个看展体验自然就好起来了。看到这里的朋友，欢迎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和徐工一起读城，一起旅行。